结婚12年，我收入千万的老婆爱上了公司新来的前台。她年近40，没有我英俊，没有我身材好，却在短短半年给我老婆提供了巨大的精神价值。何诗韵疲惫地跟我说，离婚的话，房子车子都给你。周玲，你能不能放过我？我垂眸，淡声道，好。随后我买了一本日历，在上面画了个圈。离婚倒计时30天。我把离婚协议推到何诗韵面前时，离她和我说出轨离婚刚过去40分钟。按照要求，房子车子孩子全归我，她一次性给我2000万的赔偿和抚养费，之后我和孩子不会再打扰她。这时的何诗韵正在开电话会议，低头看见离婚协议几个字，神色不可察觉地动了一下，随后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我退出房间，为了节省双方时间，替何诗韵打包了所有的衣服行李，足足3个箱子，怕有遗漏，连阁楼上她儿时的照片也放了进去。最后看见角落的结婚照，照片里何诗韵眉眼清丽，我笑得爽朗，在阳光下肆无忌惮的相拥。那是她总抱着我呢喃，老公，我好爱你，好幸运能嫁给你。我和何诗韵相识在大学，认识我的时候，她还是穿着洗得发白帆布鞋的贫困姑娘。那时追我的人不少，我却对何诗韵一见钟情。她冷静、善良、好看，有我数不完的优点。毕业后顺理成章的结了婚，她和朋友创立了公司。待她生完孩子后，我也退居幕后，照顾孩子，全心全意照顾何诗韵，照顾我们的家庭孩子。随着生意越来越大，何诗韵的应酬酒局就越多。我在繁忙琐碎的生活中抽空健身、学习穿搭、打理形象。何诗韵也不负众望，哪怕再忙，回来也会带孩子、做饭，帮着我处理家庭琐事。在外人眼里，我们是模范情侣、模范夫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何诗韵把会议挪到了晚上，有时候忙起来会通宵不回家。朋友还打趣我，别出事了，盯紧些。我嘴上说着不会，心里还是悬着。给何诗韵他们送过几次夜宵，没有异常，一群人开会，那个男人就这样在前台等着。他叫韩谦，40来岁，不高，体型偏瘦，一头短发，看上去其貌不扬，说话声音有不同于样貌的温和。他笑着和我打招呼。这么多年，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一天，想过或许是公司帅气的秘书，又或是朝气的大学生，再不然是合作雷厉风行的男老板。唯独漏了前台的他，听说他有过一段婚姻，女方出轨离婚，这是他离婚后的第一次工作，非常珍惜，会提前来公司，记下所有人的小习惯，时不时做些糕点，还有同事为了方便和他订了午餐。我得知后还和何诗韵说他不容易，让他多关照一下。何诗韵总是淡淡的，公司不是讲情的地方，已经劝过不要进行工作以外的交易。那时我还打趣说何诗韵这个老总没人情味，现在想来怕是心疼韩谦每天工作回去后还要给同事做外卖了。至于何诗韵为什么挑在今天说离婚，只是我早上给宿醉的他如常做了一碗醒酒汤。他看着面前的汤，叹了一口气，稍稍推远，沉默了很久，突然抬头看我，眼神疲惫，问我能不能离婚。他坦白出轨已有半年，每次加班都会抽空去开房。我的心抖成了筛子，努力克制不让自己失控。问是谁？当他说出韩谦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一种无力感袭遍全身，又冷又凉。等何诗韵开完会出来，我已经吃完饭，收拾了厨房，坐在客厅追剧，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转身去洗了澡，中途发现没有毛巾了，在卫生间下意识地喊我，老公，我浴巾呢？我没回头，已经收到箱子里了，你不嫌弃的话先用我的，到时候我再丢掉。回应我的是久久的沉默声。何诗韵出来的时候，才发现玄关放着3个箱子。他在我对面坐下，用指尖推过来离婚协议。抚养费我可以先给1500万，剩下的按月制。我打断，不用了，一次性买断吧。我想他也不会希望你再和我联系。何诗韵的眼神透出不解。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也有权利参与他的成长。我知道这件事是我的错，我愿意补偿，但你没必要拿孩子威胁。我暂停了电视剧，认真的看向何诗韵。出轨是你的错，你出补偿和抚养费合情合理。对比你的资产，我拿房子车子并不算多，女儿从小是我带大的，她是一个高敏感有需求的孩子。请问你在热恋之余有多少精力能带孩子？参与她的成长不只是钱，还有时间和陪伴。
何诗韵被说得哑口无言，半晌开口：总之，我不会拿2000万买断我们的母女感情。我伸手翻开了离婚协议，2000万是赔偿和抚养费，如果你有另外的情感需要，可以给女儿转账，我会给她单独开卡。何诗韵忽然就笑了。周玲，我从来不知道你这么爱钱，开口闭口都是钱。不然呢？爱你有用吗？何诗韵被噎得没再说话，她沉着脸利落的掏出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顺便约了我明天去民政局申请离婚。随后她打了司机的电话，我追完剧就去睡了。早上起来，何诗韵已经走了。女儿从房间跑了出来，抱住我，兴奋的和我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开心的梦。我听着她的分享，试探的告诉她，妈妈公司最近忙，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出差。小姨一反常态，不像平日那样念着要给何诗韵打电话问妈妈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她了一声，抿了抿小嘴，没事，我有爸爸陪我就行了。我瞬间就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借口去了卫生间整理。同意和何诗韵离婚，除了难过，最多的是对女儿的亏欠，不能让她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长大。可我知道这份亏欠不是我造成的。早上把女儿送到学校，我和何诗韵去了民政局申请，冷静期30天，之后就可以领离婚证了。回车上后，我在日历上画了一个圈，记录下今天，离婚倒计时30天。我犹豫要不要现在把离婚的消息告诉父母。我从小在这座城市长大，亲戚朋友都在本市，父母是退休老师，只有我一个儿子，他们思想很开明，只是这2年父亲身体不太好，本来是想再等等，何诗韵没2天打来电话。他其实很少和我打电话，以往都是发微信，因为我随时都会回他，他觉得很方便。昨晚我已经把他的微信删了，我按了接通，何诗韵的声音没什么异样。阿玲，你妈妈刚给我打电话，说今晚煮了许多菜，让我们过去吃饭。我想你爸身体不好，离婚的事可以等他身体恢复后再告诉他。你看几点过去？还有下周日是你爸生日，还是我先陪你一起去吧。本还在犹豫的我，听到何诗韵的话，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我回了句不用了。何诗韵，你没必要逞强，老人身体要紧。我诞生，你真觉得在乎，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出轨离婚了。我爸是身体不好，但精神着，我想他也不会希望我继续一段不忠的婚姻。何诗韵，以后别再打来了，想看女儿的按照协议上的来，1周1次。一听这个，何诗韵也丢掉了商量的语气。周玲，我再说一次，小姨也是我女儿，我的家人。可是你放弃了属于她的家，不是吗？最后我听见何诗韵重重的放下了电话，我果断挂掉了，整理了有些崩溃的情绪，干脆把车开去了商场。家里的4件套、沙发，包括一切何诗韵喜欢的家具都打算换掉，而且都要现货。等全部换完，我把家里打扫了一遍，然后去了我妈家。她见我没看见何诗韵，以为她在忙。我沉默了，有些紧张的喊了句妈。她一下就看出我不对劲，放了手里的活，就这么盯着我，然后轻轻的把我抱进怀里。我什么都没说，可做妈妈的感觉到了我的情绪和委屈。我尽量平静的和她说完，我妈给我递了纸，让我擦擦眼泪。她声音很轻，没事，现在离婚这事也很常见，他不老是做出这种事，早说早好，离了就离了。阿玲，妈妈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她说完，眼里湿润了些，握住了我的手。既然决定离婚，那以后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复合了。我哭着点头，好。吃完饭后，我妈和我爸在房里聊了很久。出来时，我爸拿了个大红包给我，他说今天是新的开始，值得庆祝。希望我的宝贝儿子永远幸福快乐。从爸妈家出来，我在车上哭了很久很久。来之前总怕辜负了他们的期待，他们这一辈子架都没吵过几次，和和睦睦。我娶何诗韵，所有人都不看好时，他们说尊重我的决定。现在何诗韵功成名就，所有人都羡慕，说我爸妈好眼光，他们又坦然支持我离婚。我擦了眼泪，看了日历，离婚倒计时28天。等我接了女儿放学，她说外公给她打电话，说想她了，问能不能去外公家住1个星期，让我送她过去。我愣了愣，带着女儿回家收拾了小箱子。她可高兴了，说外公和她约定了，到时候陪她去玩无人机，把女儿送了过去。我妈陪我出门，阿玲，开心点，出门去转转。等我上了车，我妈站在原地看着我，久久没有进去。我打开车上的镜子，看着自己面色苍白，
神情低落，拍了拍脸颊，整理了下气色，喷了点淡香水，回去收拾了东西，出门旅行了1周，匆匆的看了许多人和风景，路上也听了许多故事，回来人精神了许多。我看了日历，离婚倒计时21天，回来正好参加我爸的生日，这次他们打算在酒店举行，请亲戚朋友聚一聚，酒店定在离家不远的位置，总共5桌，都是熟络的亲友，不少人都在问何诗韵，好在女儿今天有兴趣班，并没有过来，我爸妈都没正面回答。等开餐前，我爸上台说话，何诗韵就是这时候来的，他一身高定礼服，提了几袋子礼物，拿了一个大红包，亲友都纷纷和他打招呼，他等我爸下来，递上了红包。爸，生日快乐。我爸淡淡扫了一眼，何总客气了，红包就免了，毕竟你和阿玲已经离婚了，不敢让你破费。何诗韵的面色瞬间僵在脸上了，亲友一片哗然，很快安静了，他声音很轻，还只是协议中。我爸摇头，都一样的，一个意思。说完转头招呼大家吃喝，何诗韵就这么站在原地，她手握紧了礼品袋，我妈礼貌的退回其他东西，她没再停留，离开了。见她离开，亲友们心照不宣的没有再提何诗韵，以后也不会再有人和我询问她，挺好的，我的心情也逐渐在恢复，在接受，在渗透，我推掉了何家女婿的名头，恢复成周林。公司的物业和管家也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不再叫我周先生，而是周哥。我也快速的想让自己忙起来，打算开一个咖啡店，正好有一家店转让，装修地址我都挺满意，就直接签下来了。这里员工都在，能继续营业，但我想花时间调整下品类口感，再换门头和桌椅，重新暂定为试营业。在店里定方案忙了1天，打算回去，看了眼车上的日历，离婚倒计时15天。刚到楼下，和诗韵公司一个叫小哲的小伙子给我打了电话，他为人开朗，性格大大咧咧，很是惹人喜欢。他问我忙不忙，得知我不忙后，开口就是给我吐槽，问我是不是要和何诗韵离婚了。我没隐瞒，他问我是不是因为韩谦，我不知他为什么这么说，感觉可能是和诗韵公开了。见我没说话，小哲苦哈哈的直叫，周哥，我就知道是因为那个男人啊，难怪你最近都没有给我们送下午茶了，好想你。之前我和何诗韵在一起，我几乎每周都送下午茶，感谢他们。还有同事经常打趣要一直在这里工作，吃周先生的下午茶。没事，我正准备开个咖啡店，到时候你来，我请你吃。小哲哇了一声，忙问地址，我说晚点发给他，他说好，随后继续吐槽，你不知道那个韩谦，你不来之后，他从前台直接变成了综合办主管，对大家的态度也不同了。以前是见谁都笑，现在动不动就找麻烦，脸上得意的根本藏不住啊。他还买了和你差不多款式的西装和皮鞋，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何总什么眼光啊？最后说要不是有房贷，真想离职，免得看人脸色。我到了家门口，看小哲还在说，安抚了一会儿，他这才不舍得挂了。我到现在似乎已经不想了解韩谦的任何情况了，不像和诗韵和我们说出轨后，那一刻疯了一般想要去摸清楚他到底有什么魅力。我推开门，没想到会看见何诗韵的鞋子，她正陪着女儿打游戏。女儿见了我，激动的喊，爸爸，你快来呀，一起玩，我们一起把妈妈打趴下。以前这时候何诗韵都会举起女儿逗她笑个不停，然后来抓我，整个家里都是笑语。现在何诗韵咳嗽后揉了揉女儿的头，爸爸外面跑了一天，很累了，下次好不好？好吧，妈妈，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出差？何诗韵想了想，轻声说了句，很快。就催女儿去睡觉了。在咖啡店忙了一天，我没了精神再和她寒暄，叮嘱她出去关好门。她说答应了女儿今天和她睡，我没再多说，回房刚关门，听见客厅里何诗韵的电话响了，她接通后重复的说了几句什么，最后压低的声音稍稍不耐烦，我说了，回家只是陪小姨，你在怕什么？我和他已经协议离婚了，到底要说几遍？我们没有睡一间房。最后我听见何诗韵挂了电话，她走过来敲了我的门，阿玲，公司突然有事，我得先回去，女儿那边我明天再抽空再过来陪她。我没开门，说了好，声音不大不小，足够门外的何诗韵听见。她还没出大门，我就收到女儿的银行卡多了5万的转账信息，备注是让我明天带女儿吃点好的，没再回她。我打开电脑看着咖啡店的安排计划，微信却弹出了陌生人的消息，没有说话，只有一个微笑的表情。他的头像是一片海，点进去是简单的背景，朋友圈无任何东西，我甚至不记得什么时候加了这个人。看着对话页面，竟然是2年前，我还在回忆，他抛出了一句话，你很得意吧？几乎是瞬间，我感觉这个人是韩谦，可韩谦不是才去和诗韵的公司半年，为什么2年前就有我的微信？难道这个账号在暗地里偷偷看了我近2年的生活？我倒抽一口冷气，回了个问号。
对方打字很快，无论你用什么办法留下他，我也能让他立刻过来。果然是他，韩谦，意思是和诗韵2年前就认识韩谦了，甚至更久。韩谦发过来一张照片，我点开看见和诗韵光着上半身睡在酒店，胸口放了男人的手，照片右下角红色的日期写着2023年2月16日。我盯着照片，心口一阵不适，恶心感扑面而来，我朝地上的垃圾桶猛烈的吐了起来。2023年2月16日，那是我爸身体不适后定第一次手术的日子。整个2月和诗韵都很忙，连续在外出差，为了回来陪着我，他连推了几个会议，全程都在视频中温柔的安慰我，让我放宽心。我因为紧张睡不着，和诗韵就和我开了整晚的视频，好不容易他才争取到2月16日清早赶过来，陪我一起守在手术室外。结果那天他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抽空和韩谦睡了一觉。他是怎么做到回来心安理得的面对我的？见我不回，韩谦更得意了，连续传来了几张照片，都标好了日期，有我和何诗韵的结婚纪念日，有女儿的生日。每一次他都是先陪完韩谦，再赶回来和我们相聚。巨大的恶心从心口蔓延，吞噬了我的痛苦。是啊，我本来以为是和诗韵这半年和我们腻了，嫌弃我们平淡温馨的生活了，或者是中年遇真爱了，原来啊，是早就烂掉了。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回到电脑面前，把证据一张张保存起来。我知道韩谦敢发过来，就是因为协议离婚的2000万还没有完全到账。这半个月和诗韵陆陆续续打来了800万，还有1200万。他说可能要等等，房子车子本来就在我名下，无贷款，协议也写清楚了，他同意就没有纷争。我现在闹开，影响到了何诗韵的公司，他气急败坏，只会导致我得不偿失，女儿也会彻底失去母亲。和诗韵说出轨离婚的时候，或许预料过我会哭会闹，但我的性子最爱体面了，不至于去公司发疯。只是韩谦没想到我这么痛快，我不闹，甚至没有找何诗韵闹，这一点超出了他的预料。他知道这时候谁先闹谁就输了。但有一点很奇怪，韩谦能在何诗韵身边这么久，藏得这么好，就连进公司半年都能装成无辜好人，为什么突然就等不及了？明明再过半个月，我和何诗韵就能彻底分开了，他竟然会为了和诗韵回趟家陪女儿而闹。我看了下时间，不算太晚，给小哲打去了电话，他正在和部门几个同事聚餐，说在八卦和诗韵和韩谦之间的事，大家互相交换了信息，得知了几个新消息。何诗韵在半个月前一次应酬上喝多了，最后是合作方的帅气老总亲自送回家的。后来对方还私下约过何诗韵几次，加上我这一周没去公司送下午茶，大家都猜何诗韵和我吵架了，马上恢复单身了。这一传，就有心思不纯的小伙子上赶着往何诗韵身上扑。这之后韩谦就坐不住了，周哥，你这么好，我真的不想瞒你，你千万别伤心。虽然何总漂亮，可她渣啊，你一定会遇上更好的女人。不对，呸呸呸，女人算什么？周哥，你一定会迎来事业巅峰，咖啡店人气爆棚，然后再谈女人，哈哈。我本来还有些低沉的心情被小哲逗笑了，谢谢，我努力。挂了电话，我看了时间已过凌晨，日历上的提醒分外明显，离婚倒计时14天。结合小哲的话，我知道韩谦这么急让何诗韵送他去综合部和心态变化的原因了。我和何诗韵准备离婚，他本来是可以成功上位，可现在其他人得到消息蜂拥而至，各个条件都不差，还都能产生新鲜感。他怕煮熟的鸭子飞了，有危机感了，需要用明目张胆的权力来敲打对何诗韵有心思的人。这半个月怕也不是第一次闹了，今晚非逼着何诗韵离开，怕是也知道自己做过了，所以他刚才是想用这些照片刺激我，拉上我去找何诗韵对峙，让何诗韵也看看我疯起来的样子，好把矛头挪到我身上来。在他发这些脏东西来之前，我是真不想理会了，既然非要恶心人，我成全他。我既没有屏蔽，也没拉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约何诗韵吃饭。他恍惚了一下，便答应了。餐厅约在何诗韵第一次陪我过生日的地方，在大学城附近。当时是个小炒店，现在扩大了1倍，生意渐好。和诗韵的豪车停在门口时，和周围的老巷子格格不入。这已经是10几年前的和诗韵能请我吃的最好的东西了。他用攒了很久兼职的费用给我买了一块手表，还带我来这里吃饭。我看着对面衣着华丽的何诗韵和记忆中赤诚的姑娘从重合到消失不见。我没找包间，特意选在了路边，这里阳光很好。谁都没说话，
和诗韵点餐后，熟练的给我的碗筷用开水过了一遍。吃饭时，何诗韵总觉得味道不对，还叫了老板来，得知他父亲还在掌厨，他微微惊讶，未再多说。我夹了一筷子辣椒炒肉，倒是觉得味道如常，笑说他变了。何诗韵问：是吗？自然，这些年何总见过太多，吃过太多，早已经不觉得这小店口味好，可我却觉得这味道依然和当年一样。何诗韵停下筷子看向我，沉默了片刻。周玲，对不起。我苦笑，人是已经向前看的，这点我要向你学习。何诗韵缓声，有试探。你就什么都不想问？问了你就会如实说吗？说你在我父亲手术那天还在和韩谦鬼混。何诗韵，你说不出口。他沉默，缓缓叹了一口气，转而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我明说了，最近需要一笔钱，想问他那1200万能不能尽快给我。阿玲，就算你今天找我来是为了钱，我也很开心。这么多年，我没想到我已经往前走了，你还在原地。钱我会尽快打给你，以后要什么帮助，你随时联系我。何诗韵离开后，我去前台结账，给大老板发了个红包，感谢刚刚他帮的小忙。他告诉何诗韵，他父亲还在掌厨没错，但厨房早就不止一个厨师了。这辣椒炒肉根本就不是他父亲做的，味道虽然接近，但还是不一样。和诗韵吃出来不一样是正常的，我就是要他自我感觉从这里拿到足够的优越感，感觉自己已经不同，而我还在记得并怀念和他的过去。示软，谈条件会容易很多。出门后，我去了一家私人工作室，昨晚联系的，今天下午就出消息了。够快。他递给我一个资料袋，是韩谦的，年龄41岁，已婚已育，孩子12岁，他老婆在隔壁市的工厂做事。除此之外，这2年和他接触最多的是他弟弟，他弟弟也知道何诗韵的存在。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是很惊讶的。韩谦的年纪我是知道，但他在公司说的都是离异，而且还有个孩子，重点是他还没离婚。我问工作室负责人，资料包真吗？他得意的朝我举了 OK 的手势。我做事您放心，只要您一个点头，我立刻可以帮您寄出去。不用了，我要这些资料并不是为了通知何诗韵，相反，我希望韩谦最近能藏好他老婆，起码顺利藏到我办完离婚。是我小看了韩谦，还以为他是想小三上位，没想到是杀猪盘，花了2年在何诗韵身上，眼看就要成功，他肯定不会让别人结合。我在日历上画个圈，离婚倒计时13天，1200万到账的时候，我正忙着咖啡店试营业，稍改了店内风格，设置了优惠券，效果目前还不错。我朋友知道钱到后，问我一次性买断会不会亏。我觉得人做生意并不是一直都能一帆风顺的，期间会有各种突发情况，起伏跌宕都正常，也难以保证能持续多久，还是一次性省心。最主要的是不想再每个月去联系，朋友说也有道理，到手了才是真实的。小哲休息时也来这里喝过咖啡，他说最近和诗韵接了个大生意，忙着洽谈。韩谦拿了名牌手表上班，老实不少，明摆着和诗韵拿表哄人。韩谦的隐忍却是为了得到更多，这是何诗韵当年种的因，或许很快就会收获果了。比如那天在餐厅，何诗韵和我吃饭，我看见了窗户外拐角站着的韩谦，他当晚就发来了更大尺度的照片，嚣张的露出半张脸。我都打包好了，准备在拿到离婚证的时候寄给他老婆。整理好文件夹，门铃响了，我起身开门，韩谦染烫了头发，穿了和我同款式的衬衫。门打开后，韩谦和之前判若两人，眼神透着挑衅。周先生，不好意思，何总的户口本掉在这里了，我上门帮拿一下。他说着就要进门，我拦住他，我和何诗韵协议离婚的时候，他带走了户口本，这样吗？可能何总记错了，其实说到底，我也是想来看看你。何诗韵他不知道，我能不懂？你这是以退为进的勾着人。我询问，是吗？所以你以为在我朋友圈蹲了2年就足够了解我了？他捂嘴笑笑，推开我的手，在屋内打量了一圈。周玲，我还真当你不在意，这不和诗韵刚走没多久，就把风格都换了，怎么怕自己会伤心啊？他话落，女儿被他吵醒，叫了句爸爸，询问我是不是妈妈来了。韩谦低低的笑了起来，小姨，我是韩叔叔，你妈妈在开会，今天不回来哦，明天啊也不一定。我握紧拳头，无视韩谦，忙进去安抚女儿。进去时，女儿失落的睁着眼，有些委屈。我哄着明天带她去游乐场，让她早点睡。出来的时候，韩谦还在客厅，已经悠闲的喝起了红酒。
我知道他进来是来做什么的。过几日是何诗韵父亲的生日，往年我们都是一起参加。何诗韵也打电话提了一下，问我今年能不能再陪他回去一次。可他韩谦不想我去。何诗韵的老家位置偏远，前些年他父母已经搬到县城，但距离还是不近，这一走会唤起太多当初的记忆。他怕夜长梦多，只想来激怒我，好让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和诗韵耳边煽风。正好我也因为2000万到了，不知道找什么理由拒绝何诗韵，便缓缓走过去。我垂眸盯着他，猛然抬手狠狠给了他一巴掌。他被我打偏脸，失笑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平日的不在意都是装的吧。像你这种高高在上的人，被我抢了女人，感觉怎么样？我扣下他手里的杯子，一手抓起他的头发往外走，一手捂住他的嘴，把人直拖到了门口。他挣扎，被我丢出去。韩谦，你的目的达到了，大可以这样去找何诗韵告状。如果你觉得不够，我还可以给你2巴掌，左右平衡。韩谦怒指着我骂，疯子，嘶吼。在他撸起袖子要冲过来的时候，我拿出手机要录像。他愤愤地看了我一眼，捡起地上的手机，委屈至极的给何诗韵打电话。我看了一眼日期，无比平静的期待着结束这场闹剧。离婚倒计时10天。何诗韵的电话来得很快，听得出隐忍中带着不悦。他问我为什么要动手？就算韩谦不对，赶他走便可。现在闹成这样，如果韩谦不愿意私了，报警会把事情变得复杂。我笑了，那就让他报。他私闯民宅在先，道德败坏在后。作为一个小三，上门挑衅之前，难道没想过会被打吗？他还言语刺激女儿，暗示你不会有空陪她。何诗韵，女儿是我的底线，希望也是你的。说完，不等何诗韵回话，我直接挂断，给他发了信息，拒绝了这次陪他回老家的事。一身轻松。私人工作室这时给我来电，说韩谦刚刚给他老婆打了电话，会拿一笔钱让他离婚。两人约定了下周去办理预约手续。他拆了东墙补西墙，总有补不上的时候，怕是在逼着何诗韵领证了。私人工作室的负责人和我叹息，这韩谦也是奇葩。你说他沉不住气，他能在何诗韵身边转悠2年勾搭；说他沉得住气，这节骨眼儿他非要惹事儿。说完，他继续分析，也可能是以前他没有危机感，本就处于地下的关系，反而刺激。现在要上位的紧要关头，何诗韵身边出现太多比他优秀的人了，他就是担心被别人结合，才高调亮相。我抿了口咖啡，也许吧。从这天起，韩谦的小号没有再发信息过来。小哲来店里喝咖啡，告诉我，韩谦以秘书的身份陪着何诗韵去参加了何诗韵父亲的生日，回来后低调了很多，看来像是何诗韵终于松口给了他承诺。小哲问我怎么想，挺好的。小哲啊，啦一声，周哥，你真这么想吗？小三上位啊。我点头。渣女在芸芸众生中精确的找到了自己的报应，不是挺好吗？咖啡店也在今天调整完产品和装饰，正式开业。我发了条朋友圈记录，还有在日历上圈了离婚倒计时5天，开业前3天我都忙到很晚，几乎没怎么看手机。整理信息时才看见何诗韵之前发来的短信祝福，我按了删除后约了领离婚证的时间。过了很久，他回了条信息，需要再聊聊吗？领完证再说吧。半晌，何诗韵回了个好。我继续。上午10点，行。窗外夜色依旧，好像什么都没变，可房子里的装饰已经焕然一新了，是期待，也是心声。我把韩谦给我的照片都装进了资料袋。离婚倒计时2天，领离婚证那天，我在门口等了半个小时，何诗韵匆匆而来，简单的寒暄，办理手续，领证。拿着离婚证，何诗韵有些怅然若失，很快恢复过来，约我一起吃午饭。我还有事。说完，我没再看何诗韵，出了门，把韩谦发给我的所有照片都寄给了他老婆。又过了1个月，小哲来了，他说我和何诗韵领离婚证没2天，韩谦就晒在了朋友圈，配文恍如做梦。又过了2个月，小哲买了一大堆零食来看我，他说本来准备离职，好用暴饮暴食自我安慰，现在不用了，让我吃来开心开心。我给他端上咖啡，问他什么事这么高兴，他说终于不用再被韩谦压迫了，边说边笑成麻花。周哥，你不知道，就在上周，韩谦暗戳戳宣布要和何总领证，我辞职信都写好了。结果就在今天上午，一个女人冲进了公司，抓着韩谦就打，边打边骂，说他偷人，还四处吆喝何诗韵在哪里，说他当小三破坏夫妻感情。开始有同事还阻止，那女人甩出一堆照片，咂咂，超恶心的。后面其他人也只能打哈哈，假装也拉扯一下。何诗韵当时就在办公室，人没出来。后面秘书说女人恶意 P 照片，让人给赶出去了。我看有人跟在他后面，估计是去谈事儿的。从这件事来看，何诗韵大概是不会和韩谦领证了。他最恨人骗他，加上小三丑闻，尽管他已经封了消息，还是被对家公司知道了，做素材拉踩。何诗韵的形象一落千丈，公司之前的产品
他还自己做过代言，代言图全部下架了。他为了不让事情扩散，收买了韩谦的老婆，让他出来道歉，承认了自己造谣 P 图。韩谦也从公司离职，听小哲说他也离婚了。他前妻拿了一大笔钱，和试孕期间也来看过几次孩子，神色疲惫，有时候会想留下吃饭，被我拒绝了。他走到门口欲言又止。阿玲，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开始？我看着他，啪的关了门。朋友每次一打电话来，就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我婉拒了几次，如今还是赚钱更踏实贴心。哎呀，周玲，你也不能对爱情失去希望啊，也算不上失望，不排斥，不奢求。没多久，他带了个很有气质的女人来我店里，温和有礼，简单认识了下。我和女人都太忙了，经常没空聊天，朋友急得团团转。周玲，这种极品你都不心动？我笑了。忙呢？朋友无奈叹气。我低头计算开分店的费用。又过了半年，我看见女人发了结婚证的照片，默默点了个赞。果不其然，这个赞后，她公司经常来订咖啡，理由是她老公喜欢我这里的口味。我还在为大客户而高兴，何诗韵这边出大事了。听说韩谦精神恍惚的去了何诗韵办公室，开始还正常询问着何诗韵中午吃什么，突然当着投资人的面从包里拔出了刀，问何诗韵什么时候和他结婚，然后一路砍坏了办公室的桌椅，吓得投资人飞奔。小哲形容那场面简直了，何诗韵的脸都气绿了。最后何诗韵报警把韩谦抓了，刚消停2天，韩谦的弟弟又带着一堆人来了，要和诗韵给个说法。小哲听说何诗韵拿钱暂时摆平了，但他猜测就韩谦弟弟那个流氓样，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毕竟人家尝到了甜头。这是没几天，有不少人辞职，主要是担心后面有事误伤自己，命要紧。小哲也要跳槽了，他说事后有公司开出不错的薪资，纷纷收留和诗韵公司的新岁同事。说完他忍不住笑，他新公司的工资还不错。周哥，这真是应了那句亏夫者百财不入。我想起和诗韵刚和我结婚的第1年，她买了个听老公的话会发达的摆件，天天放在办公室，后来不知道哪一天被人打碎，她就再也没放过了。而如今我连回忆中和诗韵的脸都模糊了。小哲看着我，有些犹豫八卦的问，周哥，你真的不好奇何诗韵和韩谦是怎么勾搭上的吗？我如实回答，好奇过，但就算没有韩谦，也会有其他人，无论当时什么场景什么环境，都不过是给他一个出轨的理由而已。送走了小哲，店关门前，何诗韵来了，她穿的白衬衣有些皱，浑身染了些酒味，精神看上去很差，声音很哑。阿玲，能不能点杯水？我让人给她送了杯水，没多久，店铺关门，她一路跟着我到了车前，等我上了车，她说有些想孩子了，能不能坐我的车回去看看？抱歉，她今天去我妈家了，近期不会回来，你可以按协议规定去看她。她脸色有苍白，轻咳几声后，急忙叫住了我。阿玲，我错了，对不起，我不是人，对不起你，对不起女儿，你能不能原谅我？只要能重新开始，所有的资产都可以放在你名下。我朝着何诗韵摇头，她走上前来，抓住车门，喘起重重的粗气。我可以发誓，可以保证，再有下一次，我净身出户。当初我真的喝多了，一时情绪上头，觉得生活太清淡了，说离婚我也没想过你会直接答应，我想着你会怪我骂我，是我蠢，这么好的生活不知足，可我是真的爱你的，阿玲，你要相。我打断，何诗韵，我还有很多事，没空陪你了。无论你是为了安抚住投资人来找我，还是真有几分后悔，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我是永远的过去式了。何诗韵唇紧抿到泛白，她还想开口，我不耐烦的打断，何诗韵，就到这儿吧，我再多说就不礼貌了。她突然急匆匆的掏出手机，朝我展示一个微博小号。周玲，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但我向你发誓，我和韩谦的第一次真的是意外，这是我的小号，记录了这么多年我们的生活，到后来出轨都在上面。她不停的说，一直在翻，晃动间能看到上面有她偷拍过我许多次的背影和表达缠绵的爱意的语句，直到她频繁的忙于工作，担心公司发展，我回过头不再去看她，准备开车。何诗韵忙把手机丢进车里，到家后我随手丢下她的手机去洗漱，出来时看见何诗韵的手机还亮着，应该是设置了不锁屏，我盯着屏幕，伸手直直掐灭了，把手机丢进了垃圾桶，坐下在电脑旁规划咖啡分店的位置。至于我和何诗韵，只愿以后不见不念，不与她浪费时间。我每天都会更新最精彩的故事，欢迎订阅哦。